电影《攀登者》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1953年，尼泊尔和新西兰联队首次从尼泊尔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向珠峰发起冲刺，并完成了从中国北坡登顶珠峰。15年后，1975年，当时的登山队队员方武洲和曲松林在气象学家徐英的帮助下，带领刘国梁、杨光等年轻队员再次挑战世界之巅，再次登顶并勘测出了珠峰的中国高度。2019年，电影《攀登者》根据中国登山队2次登顶珠峰的历史改编，讲述登山故事。吴京、张译应该是最核心的2个演员，要发挥串起60年和75年2次登顶故事线的作用。而章子怡扮演的气象学家参与了第2次登顶，为登山队提供了气象方面的技术支持。井柏然和胡歌扮演的角色则代表了第2次登顶珠峰时中国的新生力量和主线电影情节，而且迎接他们的是更加严酷的现实，是生和死的挑战。2代登山人面对不同的时代和挑战，展现的是共同坚毅不屈的精神。1960年登上珠峰还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当时中国和尼泊尔正在商讨珠穆朗玛峰主权归属问题，中国主张一国一半，但尼泊尔曾于1953年成功登上珠峰，他们以此为理由拒绝。你们都没登上过珠峰，怎么能说珠峰是你们的呢？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可谓是被逼上珠峰，迅速登上珠峰，成为一项国家领土归属的任务。登山呢，其实是一种情境，那真是不要命的冲突。他们都比方就是他们的成功，他们是一群无畏者，而且是一群有梦想的人。集体英雄，这是肯定是这样的，忘记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一直在这个集体意识当中，我们生活着的。无论是60年还是75年，还是后面无数次的登顶也好啊，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看预告片就能感觉到，电影对雪的理解和摄影还是很到位的，不再是我们常见的白雪皑皑，而是滚滚白雪，倾泻的雪崩，飞溅的雪花，就像白色滚滚而下的大江洪流。它既是空灵美景，而又是吃人怪兽。高海拔，极度缺氧，莫测的天气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对于演员和每一个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吴京扮演的登山队长这飞身一跃，极具视觉冲击力。攀登者们全副武装集结雪峰的镜头也充满了众志成城必登珠峰的强大气势。为了表演的真实，每位主演还要求背17公斤的登山装备进行训练和拍摄。吴京在片场坦言，拍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演员都要背着这身装备登山，大约一共有17公斤重，但是在高原上感觉会比正常还要翻几倍重。溪里60-70度的雪坡都是演员自己去爬的，为此我们专门学会了攀冰，怎么使用冰镐，怎么刨冰壁，爬雪坡。我觉得老一辈的登山前辈在那个时代设备那么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登上世界最高峰，他们是真正的宗师级的人物。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是也是一部不同于以往主旋律刻板印象的作品。它是有强烈英雄主义情节，也有东方式的浪漫和温情。吴京透露，
1960年，中国登山队在境外买设备时，正好碰到了同样准备登峰的印度队。我们从北坡登，他们也准备从南坡登，结果我们登上去了，他们撤回了。但由于我们伙伴之间的相互救赎，导致摄影机丢失，留下缺少证据的遗憾。1960年，中国登峰的队伍应该有4个人，还有一名无名英雄叫刘连满。在距离珠峰北坡8600米处，有一处30米几乎是垂直的悬崖峭壁，此处是登顶的必经之处。但若想登上此处，困难重重，需要4个人搭建人梯才能通过，登上珠峰的山顶。刘连满在搭建人梯的时候，体力消耗过度，再无法继续前行，双脚冻伤，留下了终身残疾。1975年，第2代中国登山队再次向珠峰进发时，克服了种种困难，带了一部金属梯子，为后来无数的珠峰登顶者搭建了一部结实的中国梯。登高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精神，杜甫就有著名的诗句：会当绝岭顶，一览众山小。这部电影无疑是一部爱国主义励志电影。其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不只是中国的特色，而在以民主自由自居的美国，普通居民家里的庭院很多也飘着一面美国国旗。但对于豆瓣里关于环境保护的评论，我还是赞同的。不要因为一部主旋律攀登者的热播，大家就一窝蜂去登珠峰。因为一者，即使你春风得意去排队登珠峰，也是有生命危险的；二者，珠峰是世界第3级圣洁之地，只宜远观，不宜亵玩。最后送一首扎西拉姆多多的抒情诗：班扎古鲁，白马的沉默。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这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这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这里，不争不解；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